好，柯文哲今天在下午他们的记者会鞠躬道歉，说他要请假3个月，暂别党主席，那要反省能不能继续带领民众党。他说我个人要好好反省，到底还能不能带领民众党，给支持者一个愿景，继续前进的力量啊。那支持者原来是对他是有很高的期待的哈。那他如果这个请假，那谁来代理了？所以由中央委员会互推啊，中央委员民主党中央委员，那支持者呢喊阿北加油啊！柯文哲说呢，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就结束了政党啊。那另外呢，他也向小草道歉，说你们省吃俭用捐的钱，我都非常的珍惜哈。那民进党说呢，这个在成长的路上犯了错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党内应该有接班制度。那也被人家说这个请假是不是以退为进啊？暂避风头哦，真的去反省吗？哦，刚好接下来可能金华案呢，什么一个接一个，北科案呢等等都会出来哈。那什么趁着机会就先躲起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看。特别是也让支持台湾民众党的朋友们失望哦。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的。我还是要向党请假3个月，你知道哈，自动申请调查，你知道。茁壮的路上，或许我们犯了错，或许我们还有需要更进一步的来改进。我们也要向全国支持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们致上深深的致意。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好，那么张启凯说，他们党内的扩大会议是没有人要柯文哲请辞了，就是继续干，继续干，继续干啊。那另外呢，媒体也在问了哈，说有保皇党，就是因为柯文哲一定有人叫他下台嘛，有人叫他请假嘛，有人叫他这个继续干嘛。说保皇派呢是献策，说请假可以止血啊，这样就能够救民众党啊。那另外呢，谁会接啊？除了中央委员候选黄国昌跟林富南被点名。那林富南是什么人呢？柯文哲在南台湾的重要支柱，是高雄汉王洲际饭店的总裁。那黄国昌大家比较熟悉的哈。那杰凯到底怎么回事？今天的记者会叫做一次把它讲清楚，然后让记者问到饱。那柯文哲一开始也跟我们的支持者跟小草鞠躬道歉哈。今天大概有几个大的这个部分，实际上都已经尽力，就是经过最近的这个清查完以后，把大家的疑问看一次能不能把它讲清楚。但可能有些人还有质疑，我稍微解释一下了哈。就是对于刚刚在讨论的这个金华城，当然他已经进入这个司法的这个程序，我旁边坐的是市议会的这个调查小组的召集人苏慧哈。那今天柯文哲是有很清楚的表达，就是说他不只是大家质疑那个便当会，他说他在市政府里面所有的会议都是有记录的，公开透明，他愿意。他说大家好好去检视他，他说他坦荡荡，而且他也知道说现在进入这个整个司法这个体系，随时会被约谈，他也有心理准备，欢迎来好，欢迎这个检调，他是这个是有准备的了哈。那另外他特别提到一点，因为沈庆坚不是提到说，可能从那个好市府时代就有人，或者是他任内有这个官员去索贿嘛，他说就把名字公布出来，他说那如果当初如果知道有这个名字，他当初就一定去查了，所以沈庆坚把这个名字公布出来哈，这是在金华城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就是这几天大家一开始，因为这个引爆点是在这个政治现金嘛，那政治现金上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去把之前这个虚报的这个部分1900多万，好，他去把那个单据，就是说这里面很重要，就是说之前大家疑问是说这1900多万里面流到不明的人的手上去。那你要把这个支出的单据要把它找出来嘛？所以刚刚苏慧在讲，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把所有的单据找出来，而且这个金额是超过这个，就是说你虚报的这一部分，那你支出的这部分大于虚报，那这个就没有所谓这个钱流出去的这个问题嘛。那而且我们像 MG149一样，我们把所有的单据已经贴上去了。那刚刚苏慧在担心说有没有后来就是说有没有经过验证，这个会的还会找第三方来验证，而且他最后是要送到监察院去补证的，每张收据都是要受到检视的，好，所以我认为这边应该就是有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就跟 MG149一样，贴上去之后经过验证，这部分应该这个慢慢会平息，应该是可以止血的。那孟可这部分等一下我有机会来谈，我谈一个比较重要，大家最关心那个商办的这个事情，商办这个事情，商办我们下一段再谈 ，OK。
不过你刚刚讲要找第三方验证哦，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你们已经叫会计师公会推荐5个会计都拒绝了。我昨天就问一个很资深会计师，我说为什么要拒绝呢？他开什么玩笑啊？他的会计师都被他们告了。你们告那个科目证嘛？你告你的律师，告你自己的会计师，会计师跟你们那么有渊源，对不对？又是你们的党员，又是你们的什么义工，又是你们的不分区，连他都告。其他会计师不敢给你们做，对啊，所以今天在记者会上，柯文哲也承认说，当初告这个，对，因为你今天是不对的啦，任何一个会计师也不敢做嘛。今天我们在做的是会计师敢做吗？如果说民主党都没问题，也会被骂的要死，媒体也会骂，说民主党有问题，搞不好又被你们告了。所以今天会计师想说，干嘛里外不讨好嘛？所以你要找第三方验证。我只是告诉你有困难，不过我们这一步一定要做了，就一定要有公正的第三方出来，而且最重要是到后来已经送到监察院嘛，他这个单据是要被公开的。因为昨天我问了一个非常资深的会计师，我说为什么你们就给他做一下什么？我说我们谁也不要给他做啊，等等。他讲道理再想到没想到是这个，因为怕被告嘛，大家的会计师被你们告一下还得了搞不好执照都没有了来，洪辉怎么看？我觉得今天大概应该是柯文哲还有民众党希望能够止血危机处理啊。那当然，我觉得今天最重要就是他要请假3个月，然后接受调查。那这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呢，其实确实是有点像避风头。不过以现在柯文哲他弊案缠身，比如说像金华城现在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其实北市科也已经展开了。所以在3个月内，他能不能躲过他这政治风暴，其实是大有疑问的。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说，现在柯文哲所面临的问题，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他党内他出现了一个信任危机。那所以今天这场记者会，我相信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你今天我们同一个时段，你打开绿营的这个政论节目，一定都是一片在检验，然后质疑你说谎你的单据是怎么临时找来的啦？你跟默克公司的这个资金怎么样啦？你那个4300万的商办，其实还是你自己的财产等等之类我觉得很多的疑虑。在这一场的记者会，其实很难说得清楚。尤其他本来是希望，刚才那赵大哥现在并没有因为第三方的公证人一定是会计师或会计事务所，现在恐怕没有这个第三方公证人来帮你做这个背书。所以你今天的补证，那其实最后的裁判是谁呢？就是监察院。那看到时候监察院接不接受你这些补证的资料。那至于就说在政治上面，我刚刚讲，除了柯文哲自己本身的信任危机，他暂时离开这个主席位置的时候，因为说实在，大家都认为民众党是一人政党，大家很难去想象没有柯文哲的民众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那民众党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柯文哲自己身先这些弊案的这些危机之外，民众党自己本身党内互打的文化是非常非常的强势的那就说你可以在一个政党已经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但是不时的去传出谁放谁的毒然后谁放谁的冷箭。所以我觉得因为齐凯在这边，我给民众党一个良心的建议，就是大家能不能去体认，这已经不是柯文哲的问题，是你们民众党已经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还在党内互打，只是会加速整个民众党更往下沉沦。好，我为什么要这么语重心长的讲呢？那因为大家都知道，9月份马上就是立法院的开议，我们不可否认的，因为在野党来讲，尤其国民党根本是非常脆弱的多数，所以过去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在野必须要合作，否则法案也好，或者未来的重大的预算也好，如果在野力量的被削弱，只是会促使这个执政党更加嚣张嘛。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连交通部长他能不能躲过这个质询，我觉得他能不能去谈这个预算，我都觉得很有问题。可是对执政党来讲无所谓你们在野党越乱，在野党没有办法团结，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监督现在的执政党。所以呢，作为一个有党来说，当然我觉得弊案该查就查，勿忘勿纵。但是我也希望民众党能够继续的去撑起这样的在野力量。来，张议员，
其实今天的记者会哈，我是全程看呐哈，看了一个寂寞，因为其实很多的地方并没有说清楚哈。第一个，今天几个重点，第一个他还是认为黄珊珊出来开记者会，他还是觉得说，这个都是会计师的错嘛，所以我找这些单据来凑有1900。我坦白讲了哈，如果真的要找会计师第三方验证哦，我建议可以找谁？罗淑蕾，他愿意啊，好，也可以找朱立伦啊。他也愿意，他搞不好他愿不愿意嘛，对不对？好，我们自己掌握。第三个，你也可以找穆可来帮你看账啊，是不是？我讲白了就是这样嘛。现在这个会计师已经在第一个时间点就被你们推到悬崖边，你看看他连中评会他都不出席，你就知道有瓦脆心呐。他本来是一个狂粉呢。好，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全部都让他担？但是第一次的记者会，大家还记得这个李文忠说，我很负责任讲，每一则单据都是我签合的，我很负责任讲，我完全不知情，全部推给会计师嘛。好，这次的记者会第二点，他现在要切割穆可啊，现在说穆可把他看作一般的公司，穆可你必须要还我1300多万。有没有说明？今天没有说明为什么穆可当初给了柯文哲私人的账户450万。今天柯文哲没有讲，哪有自己的小物商品？哪一个国民党有这样子啊？民进党也没有人敢这样做。自己的小物商品居然还要跟人家收钱。那收钱之后呢？今天记者问柯文哲说，主席，那请问一下，那你这个授权费啊，说要捐出来，到底是之前捐的，还是事情爆发之后才捐？到底有没有捐？他今天完全没有回答，全部推到周瑜修身上。他说瑜修叫我捐什么就捐什么，表示还说他的存折印章也不是我在保管的，400多万到你的户头，你居然不晓得？柯主席还是没有讲清楚。第三个，我要讲的是说，如果当初第4记者会就说，民众党自己穆可宣称说他要清算掉，这交易要结束掉，他怎么还你们钱？你们的账户也close 起来，要怎么还钱？这个我不晓得，现场不晓得有没有比我更懂的专家？这搞不好问未来要帮你们看账的罗淑蕾。好，或是朱立伦都不错。好，第三方看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你在骗人嘛？第四个，今天另外一个重点说请假3个月，这不是躲起来避风头，这是什么？你黄珊珊，你端木正被你开除了，李文忠也被你开除了。今天还有一个这个网络的民调，78%的人。做到刚刚2点记者会之前，78%人认为党主席柯文哲要负最大责任，应该辞职，只有13%的人认为说应该不用辞职。如果民众党真的想扮演超越蓝绿的力量，不要吃相难看，让大家觉得真的超越蓝绿。另外一个，我想请问因为齐凯兄也是我们很久的朋友，你们党团到底有多少人？工作人员有多少人？立法院的8个立委。对。党团本身助理接近20位左右吧，10多位到20。好，每一个党团我在立法院待过嘛，对，就是说你只要是成立党团，立法院呢原则上他都会找一个空间给你当党团，所以你们已经有党团了，对不对？那这个商办更奇怪了，当初被林延凤议员踢爆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点。你们柯主席不是出来讲，他说什么？他说这我要作为长期的个人办公室使用。今天记者问，突然推给你们党团了，你们党团8个委员，谁有需要这么大的地方，还要用到这个地方？你们事先知道吗？齐凯哥不一定要回答我，我只是觉得大家都在看说，为什么前后的说法都不一样？小英基金会是用租用的，不是用买的，全程都是租用的，不要再推给其他党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不好？柯文哲否认4300元的商办要交付信托，说他是未来要做国会办公室，没错了就是他开始是说他做个人办公室，我还记得那到底是不是买贵了？因为按照实价登录，他买的在最高点不过当最近房价也比较高了他说不可能买贵，如果觉得贵就不会买了。我有算过，精打细算过那另外呢，这个为什么用个人名义去买商办？他说呢，坦白说，我觉得柯文哲有时候你这个智商多少150几，你讲这话嘛不合逻辑嘛。坦白说，因为用我个人名义，大家监督我的力量比较大，这是个什么理由？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理由，就是你开始就想变成个人的财产，用个人名义买，就是这样。然后现在踢爆以后，你不管你要将来要信托也好，要捐也好，要干嘛也好，什么就是因为我用个人名义监督力量比较大，你这个太轻视大家的智慧了吧？你把大家都当傻瓜讲这样，他就混过去了。我听到我就很气，你这是什么解释嘛？什么？因为我如果说是用民众党，大家就不太会监督；因为我用柯文哲，所以大家监督力量比较大。而且我很好啊，我不像其他政治人物啊，都搞个基金会啊，全都捐给基金会，然后基金会去买房子啊。你又在讲什么？基金会买房子那个产权是基金会的，不是个人的。等到这个基金会解散后，那个财产是要捐给政府的，对，也不是个人的。这怎么会一样呢？跟你个人是永远产权是你的。如果你不变动的话，基金会不一样，基金会解散，政府就拿回去了。这怎么会一样？你在讲些什么？你当市长当了8年，不会连这都不懂吧？所以我就说你不要解释哈，你越解释是漏洞越多，然后都把大家当傻瓜一样，我就很气嘛。你把我们当什么了？那这个为什么不放在民进党名下？他也没有正面回应。他都是参考民进党的啊，民进党没有这样，会反击的啦。民进党没有这样哦，民进党就会反击的嘛。那另外呢，那现在怎么处理？柯文哲说要找律师，我就是要给民众党的啦。那你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你当初不是捐给民众党就好了吗？之前被踢爆嘛。那张启凯就有建议了哈，说要落实给小草使用。张启凯也是讲，这上次来就讲了，说柯文哲也愿意接受他的意见了哈。那柯文哲到底接受你什么意见？今天记者有3到4个记者一直都在追问他这个题目，实际上这个是这几天大家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今天这个进展，我一开始我有特别提醒过柯文哲，就这个事情杀伤力很大，因为社会观感非常不友好嘛。一方面是对比之下确实没有错，就是说国民党的侯友宜、韩国瑜这一次的这个赖清德，现在人家钱是全部捐出来，那也没有捐。那第二个小草，我在第一线，小草是很伤心的。小草都是很基层嘛，我有特别把这个意见我当面跟他讲了。那我跟他讲说，你现在唯一这个危机，实际上这个危机有时候都可以变成是转机，就是说你是真正一定要落实让小草跟党部来做。那他当场就答应我了。那些记者好几个人在追问他的问题，他还清清楚楚表达说，他一定会做到，就是让党部跟小草跟我们职工来用这个地方。好，那今天实际上他今天有一个加码，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说一方面他说把这个信托，把这个房子信托要给这个全部给民众党来用之外，给小草来用之外，他讲到还有另外一笔钱哦，因为他本来是拿走这个本来是2/3，我们的党里面规定是他是可以拿走2/3，那买了4300万，后面还有3033万呢，这笔钱他今天清楚讲，他说这笔钱也是会拿出来的。就是全部一定会用在民进党，专款专用在民进党，所以就等于就是全部了。这是1000万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这个补助金，全部都是会用到民进党跟小草身上。我真的这样觉得啦，就是说，以前我对这个柯文哲有些政治理念啊，我其实坦白讲，我觉得他至少说的还蛮打动人心的。对很多年轻人，对这个蓝绿双方啊，目前呢，就是一些问题，我觉得至少让大家觉得有第3个选择。但今天的记者会，我必须说，他看起来像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回避。他问你什么疑团都没有解释清楚，就是我觉得他的问题哦，我觉得第一个。过去在有关于政治现金部分，我觉得一般人会相信说他个人没有拿钱，但是他信用破产啊，因为他没有领导力，他没有管理能力，他没有能力去建立制度，他所谓的信任 SOP， 到最后他什么 SOP 都没有，他就是信任的人哦，所以这部分是他过去这段时间让大家觉得最大的一个风暴。那他今天去试着解释，但另外一个就是商办的问题给了大家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哦，你原来政治先进部分可能没有进你的。口袋，你的假账问题可能你自己没有那么贪，但是商办这件事情，包括这个选举的补助款这件，代表说，你好像有点爱钱哦，你好像这个在处理钱的事情上面，你其实把它当做一个个人的财产的部分，大家就觉得有点疑惑了。今天总统大选当中的结余款，照理说你应该是为了党务的发展继续的再投入，或者你作为一些假设你还在选总统，那你可能对于很多一些比较公益的事情，对于整个的推动，你会有把这个钱放在一个公务上面，而不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那包括昨天还传出来所谓的新的这个肖像权的400万也是一样，怎么会拿个400万呢？今天你说如果让穆可去帮你处理你的肖像权 ，OK， 你可以不要拿这个权利金啊，
你突然间还拿了个400万的权利金，还先进你的账户。那今天的话呢，突然之间都说啊，这个权利金呢有再回到党务用，这个商办4300万剩下来的这个部分也是要给国会用，那剩下的钱呢也要通通给党务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好。他的疑问已经从信用破产到不懂得管理，到现在对于钱的运用是不是有过度贪婪，已经叠加上去了。那他今天解释了吗？我觉得没有，而且我会很大的疑问在于说，好，他承认了，比方说在信用在这个政治现金部分，他承认说啊，当初不应该便宜行事，不应该呢一套人马两边用。我觉得他说的最妙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呢，李文娟他们当中因为是人手不够，所以一下子呢就跑到这边呢。他在竞选总部当中的角色是会计，然后呢在默可的角色呢是总经理，然后呢所以这边就是卖小物，然后再回来这边记账。所以你虽然他坦白说了这个过程，说啊他就是不应该便宜行事，我当初错了，但是一个当主席，一个当做两任8年的台北市长的柯文哲犯这种低级错误，我还是觉得我无可想象。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告诉我你以后怎么样的领导一个政党？那同样的，回到这个商办的问题也是一样啊。你说，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子想，我现在要怎么做？但你当初怎么会这样子想呢？你当初是会觉得说这个7300多万元可以当做你个人财产呢？我就不懂。所以他今天解释半天，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已经造成了的。那他今天即便是道歉，他即便说我要反省3个月，我要闭门思过，但是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是不是你本身能力就不足，你的领导能力可能不足，你是不是没有能力去管理一个政党？所以我如果你真的要我给建议，我觉得如果说了啊，还是很多小草相信他还是有一套他的说法的时候，请你当精神领袖。你应该就一个企业来说，你要找一个管理者，你要找个 manager， 你要找一个总经理，比方说，可能要找一个董事长，你就当精神领袖就好。因为从今天的记者会听起来，我觉得他没有领导能力，他没有管理能力，他没有办法去管理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制度。你当初会做的那么多错误的判断，我都觉得你那个错误的判断是一般到这个阶层的人，当过急诊室医师，然后呢有他的一定的声望，然后又当过党主席，又当过市长的人，不可能该要犯这样的错误。来，林涛，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整个记者会，说真的越看越气，在车上用那个 earpod 听，越听越气。没有回答任何核心的争议的细节，我觉得就是看那个记者会，每一个人脸色都不好看。可是说真的，今天中午我去吃面馆的时候，那4桌，其实你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小炒还是不是小炒，因为有一些民众他看完就摇头，脸色很落寞的。因为一般的民众他不是小炒，他不会就是一则新闻嘛，可他们很落寞。这些柯主席你有看到吗？这些小草，我觉得今天柯主席道歉，我觉得小草还是会给他们还是会给这些人一次机会。可是你这个内容可以听吗？你看会计师就是整个的虚报，竟然刚好等于漏报的1900万，有这么刚好吗？然后善后小组突然觉察支付穆可的钱太多，要求返还1300万，说得过去吗？然后战狼小姐姐在下面又拭泪。你6点协议的时候，你现场柯文哲答应的时候，你也是有点累。然后柯文哲主席的态度，我说真的，你知道，你听细节就知道，他认为1/3是捐回给党，是我对党很不错，所以我捐回给党。所以刚才齐凯委员也说3000多万是加码，不是对，蓝绿都是给党的耶，你今天怎么会觉得那一笔钱是你的？你要捐出来，感觉好像我又施舍给大家，不能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态度的细节很重要。然后不谈代理人，只要谈到说接下来党主席谁兼给周瑜修讲，自己都不讲。那你的态度，所有的政党往前走，前面都是黑暗的啊。民众希望听到说接下来谁要来代理，不然会心中很挫。然后他讲说，不好意思，我在整个竞选的过程中，我太相信李文忠了，我太相信个人，忘记了相信制度。你6点协议相信黄珊珊，你的财务争议相信李文忠，你根本不是一个 SOP 的状况你都在相信个人这是你过去对大家想要的品牌吗？最关键的4300万商办，我说真的，人家都不阿莎里
你今天大家都觉得你为什么用自己的名字买？你说我给律师谈说要私益公托、私益信托还是公益信托？那不管是什么信托，产权就是你嘛。到最后清算的时候，这个产权还是回到你身上啊。然后你还说我怎么可能买贵？我是买便宜，确实实价登录是贵的，确实是贵的。我觉得不能你说便宜，就好像你说的对，不是，就是你买3万是买贵的。所以我觉得回到一个关键，接下来立法院要开议，我真的觉得在野力量不要削弱。从过去到现在，如果柯文哲主席看清楚了谁在破坏蓝白的力量，破坏在野力量，把他开除。黄珊珊，你有道德勇气跟小草致歉？你有那个勇气开除黄珊珊吗？黄珊珊，你自己有那个勇气请辞立委吗？没有嘛。如果接下来还继续内斗化的话，基本上我不知道台湾民众党要走向何方。休息再回来。好，金华案呢是个头痛的案呐，沈庆金、应小薇都列为贪污被告啊。那当然大家很关心了啊，就是到底会不会被压了啊？因为有些人都交保了，他们没被交保，显然是这个涉嫌比较重大了啊。等我到下午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还在阅卷，还在阅卷，到底阅有多少卷啊？说呢，法院阅完卷以后，律师还要再阅卷哦，所以呢，看起来资料不少哦。那现在这个有3个人，沈庆金、应小薇及应小薇的这个办公室，应小薇的另外一个助理，他的办公室的执行长是被500万交保的哦。那另外一个助理陈家敏是200万交保的哦。那金华城的董事长叫做陈玉坤是1200万交保的，所以交保的一些人，但是呢有3个人被声押禁见啊。那另外呢，这个说为什么要检察官急的动作，说应小薇应小薇呢遭声押前一晚企图出境去香港哦，想要出境到香港，所以呢这个就赶快把他拘提到案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这个数字一直在变，最早是说沈庆金有跟应小薇有1000万的驻境往来，后来又听变2000万，那最新消息变有4500万，都给他为什么要给那么多钱？请一个议员去活动一件事情，需要4500万吗？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钱是只给应小薇的吗？还是中间用做别的这个其他的事情？哦，那些什么都市计划委员的有没有人中间有问题？4500万是很大的钱呢，而且是全部的钱吗？哦，那另外呢，说应小薇。民进党议员说，应小薇6年开了30场协调会，说几乎成为金华城的全职议员哦。那另外好像应小薇在当议员之前就认识沈庆金哦。那到底怎么回事？应小薇在这个搜索的时候呢，被搜索还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也不觉得委屈哦。但是事后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哈、哦。那另外呢，这个游淑好像问。说你柯文哲，你有没有跟沈庆金在陶朱影园唱歌？柯文哲承认了，说有，而且柯文哲说，沈庆金就是一个台北市民嘛，是跟市民一起唱歌，怎样与民同乐啊？哎，我就觉得你柯文哲，你现在到底是在讲些什么？我如果连续听你讲这些话，就生气的原因就是说，你不能把大家都当傻瓜。沈庆金是一般的市民吗？陶朱影园呢，一坪要卖800万呢。到现在为止卖出一户是沈庆金他自己的集团的公司去买的，那么贵的房子跑去那边，而且你柯文哲，我都听说，我请教你，你真的只去1次吗？只唱歌1次吗？你到底去了多少次？你跟沈庆金什么关系？淑慧，他绝对不只去1次啦，也不是只有选后去啦，因为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是选后的时候听到的啦哈，所以我觉得不要再说谎了啦哈。投给柯文哲的300多万小草都想慰劳他，他接受人家的慰劳吗？那人家沈庆金为什么要慰劳他呢？所以不要把自己天真当肉麻了哈。至今当然昨天起诉了不是起诉了，昨天有列了6个被告嘛
那这个包括之前市政府的彭振声副市长哈，应该也被列为被告，然后禁止出境啊。那接下来大家都非常关心会不会约谈柯市长啊？那刚刚齐凯说，柯市长说我都有记录啊，看到的是有记录，那没有看到的、没有记录的还很多啦。包括说我们之前在查北四科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没有记录的哦，你跟星光的往来这些都没有记录。有公务员跟我们讲说，好像知道有去拜访过星光的吴董，可是要记录的时候没有记录，因为也没有带公务员。为什么公务员会知道？因为找公务员安排哈。那这些为什么没有记录呢？然后他自己立下来的政风规定，跟业者吃饭要登录的，好，我们也问了政风，政风也坦诚没有一次有登录的哦，所以这些都没有登录啊，你不能拿了几次有登录的都说，你看我都有记录啊，都没有记录的我们就找不到啊，哈，所以话不是这样说，不是这样骗小孩的啦，哦，我从一开始阅卷的时候我就知道有应议员跟3次便当会这件事。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说一个台北市议员有办法瞧得动100亿容积案。我过去在台北市政府8年，我现在当了议员5年，一个议员可以做得了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郑文灿案开发利益是24亿，就要找上市长，最后还没有成功。一个100亿的容积奖励，你说找一个议员就可以瞧得动的话，那我告诉你，2026年会有一堆人抢着来当议员，不可能哈。为什么我说找应小薇是没有用的？哈，109年的2月18号，同样陈玉坤也先找了应小薇，先去找了彭振声，一模一样的诉求，希望把这个允建楼地板面积交到都委会去研议，一模一样。彭振声那个时候当场拒绝，说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突然上对下哈？直接交在都委会哈，这种事情一定是都发局评估过可以交才交。那为什么3月到了柯文哲二话不说就好，你东西拿来，我就叫都发局交给都委会，你不用尊重人家都发局的评估吗？更可笑的是什么？同一天3月10号。柯文哲才刚批过都发局送上来的文，说允建楼地板面积的这一个行政诉讼，对方想要和解，因为他们第1审已经被驳回，第2审看起来也不是太理想，对方想要和议和解，说我让一点，你让一点，我让一点。可是都发局的立场是，我们不愿意和解，也不愿意谈，因为这样子有贪图利的这个嫌疑。柯文哲还盖了一个章啊，还写了4个字：速审速决。这代表他知道都发局的态度。而且那一天彭振声来议会约谈的时候，我们问了他，柯文哲在金华镇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问过你的意见，有没有跟你聊过？反复问了以后，彭副市长坦诚有，柯市长有跟他问过，说，人家金华城要的那个允建楼地板面积怎么后来没给人家？彭振声跟他讲说，当年为什么没有给他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是林清荣当副市长，好，他不知道这个细节，但是他知道的是，现在因为在行政诉讼之中，反正呢，赢人都还赢啊，他要是输，我们就不用给他哈，就等诉讼结果，这就是都发局的立场，所以他是督导的副市长，他就一样把这个话给柯文哲讲，所以这代表第一个，柯市长他是知道都发局的立场，第二个副市长也跟他讲，他是知道状况了。但是他知道状况的情况底下，他也知道正在打官司，他还是要求都委会去研议了，都是同一个时间哦。所以4月6号的时候，4月16吧，哈，这个都发局就签了一个公文给柯文哲，说好啦，我们就提都委会啊。但是都发局是有自保的，他在这个公文里面呢，你说他贼，或是你说他小心，他是有自保的。他是公文写的乐等哈，说我们这个事情之前有签给市长过哈，我们正在进行行政诉讼，而且我们不愿意和解，当时市长有同意我们不要和解，但是现在市长接了陈情案，好，要求我们提到都委会，所以我们副市长的指示，那我们就提到都委会，讲得这么清楚，你柯文哲还是批了。照理说提到都委会的议程是不用到市长的。局长可以决，
副市长也可以决，因为只是排到都委会的一个议程而已嘛。这2个人都不决，签到柯市长，那柯文哲还是决了。所以你要我讲说柯市长是不看公文呢，还是不知道敏感性呢？糊里糊涂呢？你批了章，你就要认责任嘛。好吧，我还回到这个唱歌了，我还是在想柯文哲怎么讲啊？当时因为没选上，总统没选上，所以我柯文哲，他就是神经，他说要慰劳我一下了。那财团老板也是市民嘛，慰劳我就慰劳。我可以讲一下我当时听到的检举是，不是检举，是有人跟我讲说，柯市长好喜欢去陶朱影园他去了好几次，他觉得在里面唱歌很开心。我当时是听到这样子，我说他去过陶朱影园，是啊，去过很多次啊，他很喜欢陶朱影园。我听到的是这样子。我只是好奇魏金小沈多年前我也认识他，我也选输了。他怎么没有安慰我一下呢？不公平哎！他为什么不来慰劳我一下呢？检讨你那你自己要检讨，怎么可以怪人？我检讨，今天回去就检讨，闭门思过。来，小龙。当因为我比较在乎的是对价关系。那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现在大家在查的是小沈跟应小薇之间有金流，但是应小薇这一块是如何去达成任务的？有没有金流从应小薇这边出来？不知道。再来就是说，微金小沈，如果说柯市府的角色这么重要，选举的时候对小沈的对于柯的政治线现金是怎么给？他终究选过2次的市长，选过1次的总统，第1任就算了，从第2任开始，这个政治现金是怎么给的？我对柯文哲的有关于选举补助款，我的看法是比较宽松，因为选举补助款本来就没有规定怎么用，那就是给个人。只是说过去长时间大家形成的一种的道德标杆式的摆弄，好像这个钱呢虽然是我拿到的，但是我一定要把它捐出去，一定要拿来做某些公共的用途。那柯文哲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过去因为他那种拿刀叉吃人肉的指控，使得柯文哲呢在许多的弱势或者年轻人身中有很高的那种的道德的形象跟声量。可是柯文哲在处理这几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明显的出现了政治人物呢，一旦从政久了之后，几乎都会出现的道德疏离现象，就对道德的尺度呢就放松了，觉得好像也没，他才不过5年呢，对，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那开始把这些道德底线退到法律的最底线上面，他可能还没有到违法。我是说，如果就政治现金或者说我补助款，可是呢，他已经不会去跟你讨论了，就是道德防线的部分。过去柯文哲的可爱是因为他带着一些自恋。可是呢，当这种的自恋出了问题了之后，创造了这么多瓜田李下，大家可以讨论，不管是唱歌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唱歌违法吗？就算是微金小沈今天怎么样，跟他唱歌违法吗？除非你能够抓到更具体的东西。可是他让那个瓜田李下的那种的道德疏离就出现了，大家对他的信仰就不见了。柯文哲呢，从自恋到今天，你看到记者会当中，他开始出现那种有点自怜的味道，从自恋到自怜是一个政治人物当中，当他自己的那种的道德诉求在崩溃的时候，他最后的防线，好吧？那因为微金小沈这件事情，现在就是看最后的金流，就是我不知道。我不太相信啊，尤其在柯文哲，就是说可以用选举补助款去买房，然后面对质疑的时候，开始用各种很奇妙的方式去辩解，这使得呢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因为没有市长的同意，会把有关于一个市长或者市政府对于所有的财团的最大的拘束力量呢，其实呢都是在容积率上面。对于容积率可以做这么大的一个弹性的放宽，背后会让人家开始相信不可能没有钱。容积率从392增加到560的时候，我给他算大概100多亿了，560变成840，它又是100亿，所以整个就差不多给了200亿，给这么多的钱。那你柯文哲说有压力，应小薇帮你开了一堆这个会，郝龙斌没有压力吗？郝龙斌，我查一下，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应小薇就是议员呢，监察院也给郝龙斌压力啊，郝龙斌没有议员的压力，
我不相信。那为什么郝龙斌挺得住，你柯文哲挺不住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金华城这个案子呢，应小薇举办便当会以后呢，柯文哲就裁示紧速办理。哦，那他如果不这样裁示的话呢，那多委会去开会吗？哦，会主持什么专家的意见的这一个小组会议嘛？那也就是会说，为什么市政府赢了诉讼还要给他方案4？哦，就是自办都更啊什么之类的哈。那另外呢，陈金就说，因为官员所会不成，现在报复他。我觉得沈金这种讲法是很坏的，哦，很坏的，就泼脏水嘛。你讲嘛是谁嘛？哪一个人跟你索贿啊？讲清楚啊！所以郝龙斌也说，立刻举发，不要转移焦点。哦，好，沈金他拒绝给钱，所以呢，本来讲完了以后，那应小薇为什么有4500万的来往呢？应小薇的4500万是谁给的呢？到底是谁？讲清楚啊！哦，那为什么要给应小薇4500万？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话，哦，所以呢，郝龙斌就说，沈庆金指责郝龙斌霸凌他，说他挡了金华城案，我根本不在意，随便他讲，哦，这是我光荣的印记，只是你说我没有官员跟你要钱，人事实地物讲清楚嘛，到底是谁嘛，哦，那另外因为都发局的局长叫王玉芬，在议会被议员问到说，如果这个涉及不法840的容积率有问题，要不要停工？他说我个人意见应该停工。当然记者就问，讲完说依法办理啊，会依法办理哈。来，这个宏威怎么看？因为金华城进入了这个司法的程序里面，那将来它会不会如同像大巨蛋一样哈，会在一段的时间里面又突然变成一个没有办法完工的一个庞然大物？我觉得这是对整个台北市政乃至整个市容，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回到就是金华城这个事件哦，很多人比如说你看金华城，或者是看这个郑文灿，这个涉贪事件，好像这里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像郑文灿，他就是直接由市长来指示要做市地重划，因为即便是其他的官员还有其他的局处都认为说不应该做市地重划，应该用区段征收，可是呢，郑文灿呢就4两拨千斤说，哎呀，反正这个土地面积很小啊，就像小孩子拿球过河一样，然后就指示了要市地重划。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金华城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个容积率，显然都发局已经觉得是说要根据这个诉讼的结果，可是柯文哲还是去做指示，然后去办理，然后进那个都委会去再做讨论。那么柯文哲差别只是柯文哲自己本身没有去参加而已。好，那我觉得金华城这个案子啊，因为到我们录影的时间，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包含这个沈庆金还有应小薇议员，他们是声押的状态。好，他们到底是就是他的如果要最后会有交保的话，交保金额是有多大？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也一定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金额。那我个人是看第一个金华城，它中间有没有弊端？如果有弊端的话，那么柯文哲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柯文哲什么已经玩完啦，已经 over 了。那么如果金华城真的有涉弊的话，那柯文哲恐怕就死透了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金华城的案子，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市政里面它有没有一个重大弊端，而是也是牵涉柯文哲他的政治生命会不会从此就整个的结束，这个就说是他的一个政治效应。我想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案哈，对我们大家来看哈，他只是小菜啦。其实他最重要的主菜就在这个金华城案子。大家如果凑一下时间点哈，他买商办的时间刚好是金华城这个案子大家热切讨论的时候，5月10号，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哈。我不晓得这两者有没有关联啦哈，不过确实起人疑窦啦哈，确实如果检调现在在查。而且这个沈庆金还有应小薇也都是现在都被声押的状况哈。我想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出来，下午有一个新闻出来哈，我不晓得是不是真实。他说沈庆金他从公司领了数亿元要打通这个民代等等的官员，不晓得是不是属实，也不知道是不是买了刀叉一起吃了肉，跟了柯文哲
一起唱歌。我想柯文哲在他的金钱上面完全说不清楚，商办之外还有豪宅，还看小宅，他的选举权益款还有6000多万，确实让人家真的匪夷所思啊。张龙。当然，柯文哲在面对这件事，他今天的记者会上面，在政治线，因为通常我们在讨论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开完一场记者会，那个有几个层，第一个就是说，他到底是寻求政治上的过关，还是社会观感上的过关，还是法律上的过关？那我认为他在法律上面来讲，可能过了。法律上面来讲，今天除非那个账户里面的事还是仍然有问题的，可是，在观感上面，我认为他崩溃了。在政治上面来讲，接下去呢是属于民众党的内部的问题。可是我认为今天这场的记者会，我怀疑了，就是民众党在这场记者会的目的设定上面来讲，是要团结自己的党。而不是对党自己外头的人呢，真的要争取呢其他人对他的同情，所以先把基本盘顾好。如果只是要顾好自己的基本盘，我觉得今天这场戏演的还不错，就基本上过关。可是柯文哲能不能过金华城这一关，我觉得变数就非常多了，因为这件事情里面还有许多的脉络，现在越来越可疑。如果过不了这关，那就不是一人党不一人的党的问题。柯文哲如果崩溃了，民众党就崩溃了。今天这个记者会是不准记者提问金华城的，对。那这些记者也很乖，就是不问。当然一定会问了，怎么可能？记者没有问哦。今天这记者在现场。金华城没有很多人问金华城，没有。金华城问了很多，有吗？有问吗？今天问了很多金华城，不是深入的问啊。没有，好不好？来，可能不会。金华城有算过哈，如果说金华城的不法利益可能有100多亿、200多亿的话，郑文灿那个不法利益也不过是24亿，是检察官说的。中间的话呢，你就会有这样的对价关系，所以你不管再怎么去相信柯文哲可能是清廉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案子会创造出那么多的不法利益的时候，中间没有任何的金钱往来吗？我觉得这他要回答，要特别小心。金华城今天记者问了很多了，柯文哲也回答，也都有回答。那对他来讲，金华城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没有错。像我问过他好几次，他说他经得起考验，他也准备好了，他知道检调一定是